Hello，大家好，这里是莫娜。那么本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伊斯达科技的阿斯加德。盒子右上角有他们工作室的名字，同时阿斯加德的这个名字则在左边。但是这点有点疑惑啊，就它这个名字的话是竖着排的，但是峰会是横着的，所以说你要看名字的时候需要将它反过来啊，这样才能看到正确的名字的样子。那么盒子方面的话，也是带大家要快速的过一下。盒子正面、盒子背面、盒子上面、盒子下面、盒子侧面。那么本次盒子的话，采用的是抽拉式的设计，而不是像老万那边的上下开合的。打开之后，满满当当的全是板件，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板件装的满满的。我们可以先将板件拿出来，除开一堆板件以外，还有一个地台以及咱们的合金骨架的一些零部件。同时，本次也是依旧附带了水贴以及一个补色用的胶贴。然后就是咱们的说明书了，说明书采用的是油纸打印的，一共是39页，也证实了这次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同时还附带了一张说明书修正的一张小纸条啊，这个上面是修正了一些说明书上的错误，这点值得好评。那么以下就是所有板件的内容物了，因为这次板件比较多，所以说分了2张图来盛放。这次总共板件是44块，加上换色的特点板件的话，那就是49块，加上地台的一块，一共是49块，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板件方面的话，这次先来看它的可以换色的那一版。首先，默认的是蓝版的，锐度都还不错，同时还有特点的橙色板件。同时，这个黄色板件的话，也有一个附带的金属预涂装的板件，漆面以及色泽都还是不错的。整体的板件锐度都是不错的，没有看见飞边，也没有看见很明显的缩胶。但是啊，它这个水纹在各种板件上面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点还真是让他学到了万代的精髓了哈。而这只透明镜的话，主体为蓝色的，比较通透，里面是没有气泡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浅蓝色的透明件，这2个透明件都是可以用紫光灯来照射。光镜那版的话反应会强一些，而这个浅蓝色的这版的话，基本是不会起什么反应。而地台方面的话，就是一块澄清黑色的大件儿了。这个大件的话，整体还可以，背面不用想，肯定是偷胶的。而这次的合金关节的话，也是需要用螺丝来进行组装的，并不是预组装的合金骨架，所以说它还配备了一个螺丝刀啊，这点还是可以的。骨架安装的时候，也就是中间连了一个 POM 键嘛，然后你再用螺丝将其拧紧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它是 POM 键加合金嘛，所以说会很紧，手感上的话就会比较紧了。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啊，它的骨架就已经拼装完成了，整体的骨架完成度是十分不错的，该有的都有，甚至连它的那个背包以及它的腿部这个炮喷射口都是有做成骨架在里面的。但是因为它是合金嘛，加上 POM 键以及 ABS 的这个塑料，整体的组合度手感就是不算很好了。你可以对比一下魔动盒，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尖刺的魔动盒，整体手感比较紧，大力金刚指必不可少，最好是建议上钳子吧。因为有合金的原因，所以说单它的骨架就已经达到了343克啊，将近快1斤了哈。同时这里提个醒啊，它头部这边其实是有2个火神炮的，这个火神炮非常的像水口，建议不要剪错了。而合金关节主要运用在手肘这边，这边有一个大块的，同时腿部这边也有一个大块的，脚踝这边一个，然后胯部这边还有一个。它这个背包前面也说了，它是有骨架的，而这次的骨架连接件的话是需要用到合金件的，而它的合金件拼装教程的话是在外甲的部分，所以说这边也暂时是没有给它组装上去。同时你看它这个联动啊，我们拨前面的这个枪管后面也是会展开来一点点，可能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啊，但实际上这个联动还是有的。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啊，它的外甲就已经组装完成了，这次在外甲的体验上给我感觉要好上不少。有可能是对比了骨架的紧，所以说它的外甲给我感觉是十分的丝滑，感觉是有带割的6到7成的水准了。外甲的部分十分不错，不需要用力啊，但只有个别的部分可能就是卡不上去，稍微需要用点力，其他的部分就不需要用力了。但是它的骨架该说不说，真的很紧。整体的形象是偏厚重的那种款式，给人感觉就是一个重装的机甲战士。
整体上手感觉是比较沉的，同时它的重心主要是在脚这边，所以说需要将脚摆一个特定的角度才可以自立。同时，它这个金属入装的这个金色给我感觉还是十分不错的，但是它这个橙色的这个特点的话，给我感觉还是有点塑料了。建议的话，如果不喜欢这个橙色，还是换成那个蓝色吧。那么装上外甲之后，重量来到441克，将近1斤的重量。同时，我们装上它的背包以及地台之后，重量就来到了可怕的805克了。这个重量果然还是合金厉害。那么前面也说了，它这个金属预组装的，你可以换成黄色的零件。同时，这个橙色的如果觉得塑料，也可以换成蓝色的，看自己的喜好。这个头的眼睛啊，它是有给贴纸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透明件是有紫光灯效果，所以说我就没贴啊。但是拼完之后用紫光灯照射，发现这个眼睛好像并不是很明显，建议还是贴上贴纸吧。那么在说可动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比较容易掉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看它这个裙甲这边有一个蓝色零件啊，将其打开，这个蓝色零件的话会比较容易掉，建议在装位上涂一点点胶水或者用关节笔加固一下。同时，脚这边上面这个白色零件也比较容易掉，建议是直接粘死就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后这边有一个后裙甲，后裙甲的话采用是一个直装的方法，但是你这个转几圈的话，它就会松动。你看我这边将它摁紧了，你看，然后我这样转2圈，然后它就已经松出来了，再转几圈就要掉了，所以说这边建议也是加固一下。最后的话则是脚侧边的这边这个白色零件，一用力它也会掉，建议是加固一下或者粘死。那么可动方面，首先低头的幅度大约是这样子，抬头幅度就比较小了，但是也有。同时头部的这个侧摆的话，一点点幅度，360度旋转没有问题的。肩胛这边整个肩胛可以上抬避让，同时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喷口，喷口也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的。整个手臂360度旋转是没有问题的，手臂屈肘的话可以超过90度，但是摸不到自己的肩膀。同时它屈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灰色零件是会有一个联动的，你看它屈肘的时候，这个灰色零件会进行一个位移，这个小联动。手臂平转360度没有问题的。同时它的这次肩膀也是有外拉机构的，但是这个拉出的话会将它这个蓝色零件一起带出来，所以说拉出的时候需要将这个蓝色零件复位一下。拉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拉出之后的胳膊前伸范围就比较大了，同时也有一个向后的幅度。同时这时候我们平台的话可以看到，哇，这个平台的角度远远的超过了90度，将近145度的幅度啊。那么手部分的可动，首先它可以向里面弯90度，同时360度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侧边旋转了，因为它这边你看，它这边是一个 C 扣的安装方法，所以说只能90度旋转。那么腰部方面，首先我们先来看弯腰。弯腰的话，我们这边将其弯腰大约是能在40度左右，幅度并不算可观，但是也算够用。同时它的向后弯腰的幅度会比向前要高一点点，但是前面的话会有一个穿帮，而这后面它是有一个腰部卡扣的机制，我们将其弯腰之后，可以将这个卡住，来对腰部进行一个固定，这点的话值得好评。而侧腰的幅度就不是很明显了，大概只有10几度到20度的样子，甚至没有20度。整个腰部可以360度旋转。那么如果是按照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弯腰幅度的话，那对于这款模型来说还是不行，所以说可以将腰部向上提拉一段，这时候再弯腰，你看它这个弯腰的幅度接近90度的幅度，但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穿帮啊。同时向后弯腰的话，幅度也会更大，同样的穿帮也会更加明显，这点就看自己的取舍了。而拉出之后的侧腰幅度也会比之前要大一些，侧腰会更加明显。接下来我们来到它的裙甲部分，首先前裙甲它是一个球冠，所以说360度的旋转以及各范围的活动都还可以。侧裙甲的话，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活动范围其实是比较小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是一个 C 扣啊，它是一个 C 扣，我们可以将它取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 C 扣，然后卡在上面的，所以说它的活动范围大概只有30度左右，而且并且是上下的，不能侧转。而它的后裙甲采用的是直装，所以说活动范围的话会比侧裙甲这边的要大一些。侧裙甲你看它大概只有30度左右。腿部方面，腿部前踢标准的90度，而后踢的话，因为有后裙甲的原因，所以说并不能达到90度，大约在70度左右。
同时，它的侧踢因为有这个侧裙甲的原因，所以说也并不能达到90度，大约也是在70度左右。当然，它腿部这边胯部底下有一个锁定机构，将其抠开，抠开之后，腿部这边就解锁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其下拉，下拉之后的话会增加一定的活动范围。但是啊，虽然理论上它是可以增加活动范围的，但是因为这个裙甲的原因啊，所以说它的前踢，你看它这个幅度并没有增加。包括它的这个后踢，也是因为这个后裙甲的原因，并没有增加，反而是它的这个侧踢啊，幅度会增加一些，将近可以达到90度。而腿部曲肘方面，这边带大家看一下，曲肘的幅度还是十分不错的，整体的效果也不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曲肘的话，也是会有一个联动的。那可能这样子看并不是很明显啊，我这边将它的这个推进器拆掉，然后这边弯曲给大家看一下，随着腿部弯曲。会伴随着裂甲以及位移的联动功能，效果还是十分不错的。而前面我们这边不是将这个推进器给它拆下来了吗？正常的话是安上这个推进器的，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安装，然后安装一个替换件，将这个替换件安装上去，就不会露出这个孔洞了。这点的话还是值得好评的，可以给你2种选择。那么脚的部分，我们先将这个白色零件拿掉，因为这个零件比较容易掉。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可以直接翻折过来，这边有一个往外翻折的一个机构啊，角度是十分大的，就像脚断了一样。而脚向前的幅度是有一点点，大约在40度左右，向后也是有一定幅度的，大家可以看到。但是因为这边这个是合金件啊，所以说比较紧，需要用一点力。同时它的脚尖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脚尖部分是不能向下的，没有向下的活动范围。向上的话会有2段的活动，可以看到2段，脚尖1段。然后脚尖前面还有一段，脚部侧摆的这个接地性十分不错的，但是我们需要将这个白色的零件将它进行一个避让，不然的话会撞到。避让之后就可以直接折过去，这个接地性还是十分不错的。同时整个脚360度旋转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旋转之后容易松脱啊，所以说旋转的话不要旋转太多。那我们接下来看手型，手型这次给了5对，首先有一个这个开掌手，一个握拳手，一个持枪手，然后还有一个是持剑手。但是有一个原因啊，是因为它这个白色的零件以及这边连接手指的这个部件只给了2对，也就是说只给了4个，所以说你只能拼出4个手型，也就是2对手型。那么剩下的零件的话，只能进行一个手指替换。比如说这个微微的张开的手型，我们只能将这个手取下来，然后再将这个手型卡上去，然后进行这样的替换，然后变成另一个手型。所以说我们只能组出2对手型，也就是4个手，它的零件只给了这么多，那么剩下的这些手指的零件只能通过手指来进行替换。而在武器配件方面，这次是给了一把步枪，步枪上面是有贴纸的，整个步枪的分色十分不错，弹匣是可以拆下来的。安装方法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孔洞，是专门给这个食指用的，先将食指卡在这个孔洞里，然后再将这个枪的握把卡到这个剩下的手指里面，再将大拇指合过来，就完成了安装。然后再将手型整个这样子卡在这个孔洞里面，对准这个装位，卡上去之后，枪的握把后面还有一个装位，卡紧就 OK 了。得益于它有2个装位卡在手臂上，所以说还是比较牢固的。而剩下的配件则有一个盾牌，盾牌没有用到胶贴，基本都是采用了分件的形式，上面也有一个金色的玉涂装。同时它这个下面也是可以拉开的，进行一个展开机构，并没有联动的效果，需要手动的拉开，然后手动的合上。同时它背后这边有个孔洞，可以用来连接一把枪，这也是一个手臂的连接件，将其插好，然后这个枪这边就可以直接安装在手型上面了。同样的安装方法跟那个步枪是一样的，先卡在手型的握把上面，然后卡好之后再将这个手型安装上去。先将这个手型装位插进去，啊，插好之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装位，这个装位再对准这个手臂这边有一个孔洞，对准这个孔洞也将其插进去。这个会比较难插啊，插好之后，然后再将这个盾牌安上去就可以了。安装好之后的效果还是十分不错的，但是因为这个盾牌会比较大，所以说如果肩胛往下放的话，手臂抬起就会受到阻碍，需要将肩胛避让一点。同时这边还有一个零件，就是它的这个手腕炮，
也是可以通过卡榫的方式安装在它背后的这个孔洞上面。我这边没有拍啊，所以说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安装好之后的效果了。安装方法是一样的，就跟那个安装枪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安装在它的手臂后面的这个孔洞上面。同时，整个机体也有展开机构，比如胸前的这个驾驶舱可以打开，虽然里面没有驾驶舱的细节啊。然后侧边的肩甲也可以打开，里面有一个炮弹的细节。同时，底下这个肩甲也可以将其进行一个下拉，这个下拉会比较紧啊。两边都是可以下拉的，也可以露出里面的一个骨架细节，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全甲前面这个前军甲可以将其拉出一个机械臂，机械臂的话可以用来握持一些武器或者抓握。同时腿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将这个喷口向后一点，然后这边这个白色的零件也可以将其进行一个上抬，也可以进行一个抱甲的类似抱甲的行为。然后侧军甲这边这个蓝色的零件也可以打开，里面有一个光束剑柄。这个光束剑柄是可以取出来的，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安装一个激光剑的特效剑，它是蓝色的，特别长一根，安装上去就可以了，也可以握持在手中，同样也有紫光灯的效果，照射的话会比较亮。同时这次还附带了它的支援机诸神黄昏，驾驶舱是有细节的，同时底下这边也有一个机械臂可以拉出，两边的话也是用的金属件连接的。两边的推进器可以单独拆下来，上面有一个提手，可以变成一个炮的样子。然后这边的飞翼也是可以上下摆动的，底下的加油管也是可以动的。同时，它这样子摆出来的话，也像一个小型飞机啊，有没有觉得？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联动效果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用力将它这个炮管向后拉，拉出的时候，它后面这个推进器也会向后一点点啊，可能不是很明显啊。我这边将其收回，你看一下，它这边也会往前缩一点，往后拉的时候。它会往后动，然后按回去的时候，它也会往前伸。同时，飞机这边也可以变成一个背包的样子。首先，我们先让它翻过来，然后再将两边这个推进器弯折过去，弯折到背后。弯折好之后，再将这个调整一下角度，然后机翼这边也将其翻折过去。翻倒之后，将这个前面这个连接的机械臂翻折过来，然后这边是有一个连接的这个插口的，平时是翻在里面的，然后我们将它抠出来。抠出来之后，拿出我们的主体阿斯加德，对准阿斯加德这个背部的孔洞，将其插好。插好之后，然后再将这个背包调整一下角度，就 OK 了。当然，这个背包的话也会有一些玩法，比如说你将这个炮向上提，就会变成一个肩炮的样子，或者将这个炮翻折过来。这边是一个合金件啊，所以说有可能会比较紧，然后小心一些，可能会断哦。然后将其翻折过来，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提手吗？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提手握在这个手型里面，变成一个手持炮的样子。同时，前面这个机械臂也是可以伸出的啊，伸出展开，变成一个前面挂载的机械臂的样子。这个机械臂也可以用来搭载武器，但是这个搭载的话会不太牢固，就是将这个握把卡进这个机械臂，然后用这个机械臂夹持住。卡的话会不太牢固，但是也可以用。关于地台部分的话，这边地台就是一个通体黑色的成银色了，上面支持一个调动的。然后底下解锁之后也进行一个高度的调节，然后上面这边摁进去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固定，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支架啊，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够用。然后地台的连接方法呢，也就是连接在它这边有一个孔洞啊，这个孔洞比较浅啊，就是说插入的时候需要稍微用一点点力，并且用力插紧之后，最好是再用力捅几下。然后插紧之后，如果因为它这个洞比较浅嘛，如果你往外稍微拉一点的话，可能会松脱。建议是用力一点，就插紧一些啊，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装上盾牌，装上背包，然后装上支架，大概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了。整体的效果完成度都还是十分不错的。然后这个成色的话，给我感觉还是偏向塑料了，所以说建议如果不喜欢这个成色，就可以用这个蓝色的，因为它是合金骨架嘛，装上背包之后自主站立是不行的，需要用到支架。同时支架还附带了一个连接的替换件，将其替换上去。就这样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不要插反了，短的那节插在里面。然后插上去之后，我这个连接件就是用来连接背包这个诸神黄昏飞机的，将原先插在身上的这个插口啊插在这个连接件上面就可以了，支架就可以单独展示这个诸神黄昏了。整体的效果还是十分不错的，所以说你可以选择飞机用支架展示，然后主体的话，阿斯加德的主体就直接站在这个飞机旁边，因为不用背包的话，主体还是可以自主站立的，上了背包之后才需要支架。那么最后我们来到总结部分，这款也就是伊斯达科技，它原来是叫星域魔丸啊，
这款作品的话，从发布到现在应该也快有2年了，终于是落地出货了，给我带来的惊喜也还算不错。它总体的设计就是偏厚重的感觉啊，一个大背包，然后再加上盾牌以及光臂啊，这个配置的话有点像高达，但是又不太像高达。同时这次也是有用到合金部件啊，然后需要自己上螺丝，那么自己打螺丝的这个感觉也是比较新奇的。松紧度的话，也可以通过自己拧螺丝来进行调节，然后也是由于有合金件的原因，上手的重量感觉沉甸甸的，蛮坠手的。同时，这个背包的设计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2个炮比较实用，可以摆出一些造型。整体的组合度的话是偏紧的，因为有破木件跟合金件嘛，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为了它这个牢固度，所以说大力金刚指必不可少。建议还是直接上玻璃钳吧。然后总体的拼装效果、完成度、一体性，对我的感觉都是十分不错的。然后我前说的那些掉件的地方，也是不影响可动的，建议是直接上胶水或者用关节笔直接加固吧，这样也比较省事。然后给了特点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零件，以及这个金属玉涂装的这个零件，给人感觉还是不错的。金属玉涂装的这个漆面十分不错，黄色的零件偏显塑料一些，可以用那个蓝色的。199的定价，说实话性价比还是不错的，给你了合金骨架，给了你大背包，而且还是1:100的比例。那么喜欢这款设计的话就可以入，如果对这款设计不感冒的话，也可以期待一下他家的下一款产品。好的，本次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我们下期再见。